大家早安、午安、晚安，不管在哪里，你们好。2023年5月，美国杂志 Sports Illustrated 在社群媒体上公布了一个泳装特刊的封面，网络上不敢相信，封面的 Martha Stewart 竟然已经81岁了。她是 Sports Illustrated 里面泳装特刊最高年龄的记录。有趣的是，第二个记录就是伊隆马斯克的妈妈梅伊马斯克，在2022年以74岁登上封面。但如果你不知道 Martha Stewart 的话，她最近在年轻人的文化里最有名的就是她与 Snoop Dogg 的有趣互动。他们两个不仅仅是一起上节目哦，两个人还开了一些节目，他们也造就出了很多非常搞笑的片段。但其实不只是这样， Martha Stewart 的真实人生故事比一些虚构的故事都还要精彩。她一路从一个波兰移民家庭的平凡女孩，成为了纽约的职业模特儿，后来又从模特儿转身走进去了华尔街，成为了股票经纪人。之后她再从股票市场转型为外汇业者，他打造出一个横跨出版、电视还有家居商品的商业帝国。然而就在那个最巅峰的人生时刻，他却被关进了联邦监狱里面。1941年8月3号 Martha Stewart 诞生于美国纽泽西州的泽西市，是家中6个孩子里面排行第2的女儿。她的父母都是波兰裔的美国移民，骨子里带着东欧移民那种对生活比较严肃的态度，还有对子女的教育要求。他的父亲爱德华是一个药品的业务员，母亲呢则是一个小学老师。那他的父亲爱德华性格很谨慎，对子女的要求非常的高。在日后采访里面， Martha 甚至承认到他那种严格的要求让他的童年感受到一点窒息感。相反，他的母亲反而是一个充满生活美学的女性哦。她从小就教 Martha 怎么料理还有缝纫，这些基本的生活技艺其实也成为了 Martha 以后事业版图的基础。在 Martha 只有3岁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搬到纽泽西州的纳特里市，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中产郊区小镇。附近在后花园有很多花盆还有果树，把那一块不是很大的后花园打理得非常的有质感。他还把他对植物的热爱一点一滴的传给了自己的女儿 Martha。在一个有6个小孩的家庭里面，即使那个时候他们的家庭并不是很宽裕，但是家中却完全不缺乏对美的追求。像是母亲会花时间把厨房的每一个角落都打理得一尘不染。在节庆的时候，他们也非常精心的去布置饭桌。在这种家庭长大的 Martha 很快的，他也非常注重仪式感，也非常注重生活上的每一个细节。那 Martha 呢，算是从小就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他在求学生涯过程中非常的顺利。他在小学的时期还会帮邻居的小孩筹办生日派对。从这么小的时候就在思考要如何让来宾感到快乐又惊奇。高中时代的他呢，凭着亮眼的外形，在课余的时间接了很多模特儿的工作。他也出现在杂志还有一些广告的拍摄里。1959年 Martha 优异的成绩考进去了巴纳德学院。巴纳德学院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女子附属学院。在这间学校里，她主修历史还有建筑历史，同时继续在课余时间内担任模特儿。她的模特儿生涯在大学时期达到了高峰。她曾为法国品牌香奈儿走秀，也出现在仙特利洗发精还有泰瑞顿香烟的电视广告里。1961年，她更被 Glamour 杂志评选为美国10大最佳打扮大学女生之一哦。而也就是在这个1961年，还在读大一的 Martha 在一次随机约会当中认识了 Andrew。 Martha 马上就被 Andrew 给吸引了，因为他觉得 Andrew 非常的认真。 Andrew 在当时是一个在耶鲁大学就读法学院的学生。两人在交往了短短1年之后就决定结了婚。结了婚后的 Martha 并没有因为婚姻而放弃学业，她继续上完大学课程，并在1963年成功的从巴纳德学院拿到了他的大学学位。1965年，他还成功的和 Andrew 产下了一个女儿。在那个年代，很多同龄的女性哦，只要结了婚生了小孩，基本上就把重心移回到家里面了。但对 Martha 来说，只是乖乖待在家里并不能满足她。于是在女儿出生后，她决定踏入职场。她选了一个让大家都感到很意外的行业，她加入了纽约的一间股票经纪公司，正式的踏上了华尔街。要知道，在1968年的美国，担任股票经纪人的通常都是男生，女生在华尔街往往只是秘书或者是接待员而已。但 Martha 就是非常的屌，她完全不在意这些怀疑。她把看得到的每一道障碍好像都是一个需要被她解决的问题一样。像是她会刻意的穿热裤还有高跟鞋去工作，还有拜访客户，用自己的模特儿优势
显现的与众不同，在这个一连串只有男性的行业里面杀出一条血路。同时 Martha 也是非常懂得社交，而且她也非常的聪明。她在这个股票经纪公司从1968年工作到了1973年，她也成为了这家公司非常非常少数的女股票经纪人。在70年代的那个美国，她的年薪甚至高达6位数美金。1972年到1973年之间，随着景气衰退华尔街， Martha 离开了股票业，一家人搬到康乃狄克州的 Westport。Westport 是一个高端的社区哦，住着大量从纽约金融业、媒体业还有演艺界出走的精英人士。Martha 和老公买了一栋建于1805年的老农舍，命名为火鸡山。这个农舍也成为他后来电视节目的拍摄地点。这种老房子破旧不堪，需要大量的整修才能住人。房子之外的空间呢，除了几棵树以外，更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大多数看到这个房子的人都觉得很麻烦，要花很多钱还有时间跟精力来翻修这个房子。但是 Martha 看到的是一个空白的画布，一个可以让她实现她各种美学想法的空间。她亲自的设计翻修计划，深入研究了18、19世纪新英格兰风的建筑物，同时也阅读了大量关于维多利亚时期的书籍，目的就是要找出这栋房子在当初建好的时候样貌到底是什么样子。在她的主导下，火鸡山就这样一点一滴的恢复了生机哦，整个厨房都被重新规划，旁边还种了一个香草花园，后院更是种了很多不同的蔬菜和水果，就连餐桌上的桌布、蜡烛还有餐具该怎么摆放、该怎么排列组合，都是他想了很久以后才决定的。也是在这个时候，附近的邻居就发现了这个农舍的变化，很多人就开始想要来拜访嘛。那 Martha 当然也是非常热情的招待他们。Martha 跟这些人分享他的食谱还有装潢的心得，很快他的名声就慢慢在这个富裕的社区里面传开来了。1975年，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外汇公司，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以烹饪为主业。他的名声在 Westport 的名流圈里面很快就展现了出来，因为他的菜不仅仅是好吃，他的服务也非常的周到，像从开胃菜选材到甜点的造型，还有桌上鲜花的高度，还有餐巾是怎么折的，他都非常的讲究。也因为这些他对于细节的执着，让每个客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体验。Martha Stewart 这个名字呢，很快就在纽约的上流社会传了开来，这也让他获得与纽约出版界接触的机会。1982年 Martha Stewart 出了他第一本书 Entertaining。 要知道1980年代的美国出版市场，关于这种居家生活的书啊，要么就是非常枯燥的食谱手册，不然就是过于技术性的装潢指南。没有人把这种厨房工作、家庭布置还有节庆准备这种传统上是女性的工作，包装成一种值得被研究的生活哲学。这个书出版后很快就成为畅销书，也很多人发现生活风格 lifestyle 的这个类型的书开始慢慢的成长。读者们不是在买一本如何做的教科书，他们是在买一种对生活的想象，想象着我家的餐桌在节庆的时候像 Martha Stewart 一样。之后几年 Martha 就一直出这种类型的书，像是烹饪、装潢还有园艺，每一本书都卖得还不错。直到现在 Martha Stewart 一共出版了超过100本的书，到目前为止一切都看似一帆风顺。但是 Martha 和她第一任丈夫 Andrew 的婚姻却在1990年正式的走到终点。 Andrew 有了婚外情，选择离开，而且他婚外情的对象还是 Martha Stewart 的助理。Andrew 和这个助理呢，也在这个离婚的3年以后结了婚，还生了2个孩子。这段长达30年的婚姻结束，对完美主义者的 Martha 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但是她却没有让悲伤成为她停下脚步的理由，反而因为这个离婚让她把很多精力和情感都投入到她的事业当中。在离婚的同一年， Martha Stewart 发行了一本杂志 Martha Stewart Living， 她本人就担任这个杂志的总编辑。每一期的杂志都有精心拍摄的照片，还有 Martha Stewart 本人撰写的文章，以如何把普通的家打造成让家人都感到幸福的空间为主轴，成为了很多人每个月必须阅读的杂志。1993年 Martha 的同名节目 Martha Stewart Living 也正式上市了，它在全美各地的电视台都有播。节目的形式也不是很复杂，通常就是 Martha 在厨房里面煮一些东西，还有打理庭院啊、节庆摆放之类的。
但节目呈现那种质感，还有一些缓慢、非常放松的节奏，都让观众觉得他们在现场看 Martha 做这些事情。这个节目的收视率慢慢往上升，从一开始大家只是想学一些打理家里的技巧，到最后大家开始慢慢喜欢 Martha Stewart 这个人。我也看了几集哦，我就是 Martha 的那种从容感，还有就是整个画面的一个缓慢、非常放松的美感，真的会看的时候让你有一种静下心的感觉。它也没有很多剪接的片段或者是大吼大叫之类的，跟现在的抖音短影音是大相径庭，但是就是会让你有一种莫名的安心感，好像是做这些麻烦的家务事也可以做得很有质感，让你边做边释放压力的样子。1997年 Martha 把旗下所有的媒体、出版、广播还有商业业务整合成了一家公司，命名为 Martha Stewart 生活多媒体公司。那这家公司的业务版图也非常的广，像是它有杂志出版、电视节目、书籍出版、厨具系列、家居商品，各种你想得到的都有。在那个时候，这个商业模式算是非常的前卫的，因为这整家公司基本上就是建立在 Martha Stewart 的个人品牌上面。1999年10月，他的公司正式在纽约证交所上市，市场的热情超越了很多人的预期，也让 Martha Stewart 曾经短暂的突破身价10亿美元，他也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靠自己白手起家打造出1个 billion， 也就是10亿美元的女性创业者。她事后也回忆的说道，她是全球第一位白手起家的女性亿万富翁，但一路走过来，她面对了很多的质疑。当时社会对女性创办企业的偏见真的是夸张到令人难以置信哦，甚至连他的律师都不认为他会成功。他还记得有个律师送了他一盘兰花，然后说：“你居然成功了，哇！”真让人意外。现在回想起来，那家伙根本就是个混蛋。股票上市后 ，Martha 也非常顺利的经营他的公司。然而这个时候，在 Martha Stewart 人生中的一个狠角色出现了，他叫做山姆·瓦克萨尔，他是 I'm Clone Systems 的创办人兼执行长。当时这家公司正在研发一个抗癌的药物。2001年12月26号，山姆得知了美国 FDA 即将拒绝受理这个抗癌新药的上市申请。这个消息还没有公开的时候，他就开始抛售公司内的股票，甚至在试图要让家人跟着出手，就是要把伤害降到最低。而当时 Martha 在美林证券的股票经纪人彼得·巴克诺维奇，刚好就是这个山姆的股票经纪人。2001年12月27日，彼得得知了山姆正在疯狂的抛售这个股票，于是他马上叫这个助理去联络 Martha。那天 Martha 在德克萨斯的停机棚上面，正要去墨西哥度假。助理打电话跟他说，山姆正在抛售那个股票，通话时间非常的短，然后 Martha 就随口说出了：“哦，那我也要把我的股票都抛售掉。”也因为这样，他规避了45673美元的损失。那对于一个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女人来说，45000美元几乎对她来说就是一个鸡毛蒜皮的金额。但这个时候，美国的证交交易委员会就注意到了这个交易，觉得很奇怪，因为 Martha 是在 FDA 宣布的前一天开始抛售股票的。关于这点 ，Martha 和那股票经纪人则是说到，他原本就和彼得达成了一个预设的协议，也就是说，当这个股票跌到60美元的时候，就要把它抛售出去。他们主张那天的抛售是这样自动的机制所产生的，跟 CEO 抛售完全没有关系。但调查人员就仔细调查一些书面资料，他们完全找不到这个60美元的证据。更致命的是，彼得的助理最后还选择跟政府合作。他在法庭上说到，当彼得得知山姆在大量抛售股票的时候，彼得就马上对这个助理说：“哦天啊，赶快打电话给 Martha。”所以那个预设60美元只是后来编造出来的谎言而已。2003年6月4号，联邦检察官正式的对 Martha Stewart 提起诉讼。值得注意的是，你知道他的核心罪名并不是内线交易哦，反而是他说了那个预设60美元就要抛售的谎言。2004年3月，在审议整整3天以后，陪审团宣判 Martha Stewart 有罪。在法庭上 ，Martha 面色平静，没有流泪，也没有什么任何情绪上的起伏。在定罪的那一天，他的股票硬生生下跌了23%。后来他就被宣判5个月的监狱，还有5个月的居家监禁，外加罚款3万美元。他的股票经纪人彼得呢，则是同样被判5个月还有4000美元的罚款。2004年10月 ，Martha 正式的入狱，他选择提前开始服刑，他就想把这个噩梦赶快结束掉。那他所在的这个西维吉尼亚州的监狱里，算是戒备程度非常低的一个监狱。这个监狱没有围墙，也没有铁丝网，被媒体戏称为杯子蛋糕营地。但 Martha 事后回忆到，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些事，我都经历过。
有一次他在路过2位女性的时候，他出于礼貌就轻拍了对方的手臂，结果没意识到那是持有钥匙的狱警，于是他就因为这样被拖进去了单人禁闭室里面，整整1天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他说这里号称杯子蛋糕营地，这根本不是什么杯子蛋糕。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他积极地融入了监狱里面的生活，以平等的态度和其他受刑人互动。他继续在监狱里面阅读、思考，筹备着他出狱后的计划。2005年3月4号，他在服满5个月以后就离开了这个监狱。出狱以后，很多外界人都觉得 Martha Stewart 这个品牌已经被玩完了。要知道，他是一个崇尚诚信还有完美的形象，在这个业界走跳的一个已经进入过联邦监狱的人，还能有什么诚信跟未来？但其实在他居家监禁的期间，他有收到周6夜现场的邀约，却因为缓刑官的拒绝而让他无法参加。2005年的秋天，他和 NBC 合作了 The Apprentice Martha Stewart 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以川普的节目 The Apprentice 为基础，节目让全美的观众看到 Martha Stewart 从监狱出来以后那个气场还是完全的没有改变。在接下来10几年里，他陆续推出了新的厨具，还有居家的一些产品。他甚至在梅西百货还有 Home Depot 这种大型零售商合作。除此之外，他也出版了很多新书，开拓一些电视节目的业务。最后在2015年，他的公司才被 Sequential Brands Group 以3亿5千万美元收购。而在 Martha 复出的事业版图里面，有一段让人非常有违和感的友谊。在2008年 Snoopy Dogg 就是我的车里会一直放着 hip hop， 不会有其他的类型的音乐。放什么？听什么 Snoopy Dogg 的老歌。Snoopy Dogg？ 老歌。Snoop Dogg. Snoop Dogg. Snoopy Dogg. Snoopy is a cartoon character. Snoop Dogg 以嘉宾的身份出现在 Martha 的节目里面，两个人在摄影棚里面一起捣马铃薯，创造很多搞笑的画面。那个画面让很多观众感到非常的奇特，因为当初几乎没有饶舌歌手会出现在美国的日间节目里。但两人真正建立起非常深厚的友谊，其实是在2015年的 Justin Bieber Roast 上面。那个 Roast 的晚会当晚 ，Martha 就被安排坐到 Snoop Dogg 的旁边。那 Snoop Dogg 一整晚就在那边哈草嘛，坐在 Snoop Dogg 旁边的 Martha 可能就是被这个二手草给吸引到了，让他出乎意料的非常放轻松的把整个 roast 的流程给跑完。在这之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2016年，两个人还共同主持了实境秀 Martha and Snoop's Potluck Party， 节目播了3季，在 IMDb 也有不错的评分。他们还推出了联名葡萄酒 Martha's Chard， 还有 Snoop Cali Red， 也因为 Snoop 和 Martha 合作得到了很多的曝光度，而且这些曝光度是他以往不同的观众群。以前他的观众群可能就是一些听老舍的，现在他的观众群有一些反而是在家里要打理家务事的妈妈。利用这个观众群呢，他在2018年出版了自己的一本食谱书，叫做 From Cook to Cook。Martha 还为 Snoop 的这本书写了一个前言。那这两个来自截然不同世界的人，在彼此却看到一种某种值得被欣赏的特质。很多网友觉得这两个人非常的有化学效应。2023年5月15号 Sports Illustrated 就把 Martha 当作泳装期刊的封面。那时候他81岁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Martha 说到，他通常受金钱的驱使来工作，但是这一次他想要向大家展示一个在他这个年龄的女性依然可以看起来很漂亮，保持好心情，过得很好。2024年10月 Netflix 推出了一个纪录片叫做 Martha， 这部纪录片真的蛮好看的，很多 Martha Stewart 自己亲自出来讲述对当初发生事情的看法，还有他现在的心得。我在这边就不剧透太多，你们可以自己上 Netflix 去看一下。那说到 Netflix， 当然就要说到 Surfshark VPN， 但是我还没有拿到赞助，所以如果有认识，麻烦 email 我一下。那到现在为止 Martha 在社群媒体上也是非常的活跃，她在 Instagram 上面有接近600万的追踪，还共同主持了一个厨艺竞赛的节目，叫做 Yes Chef， 但评价不怎么样就是了，播了1季以后就被腰斩了。目前84岁的她呢，也被很多人认为她的一生是独立事业女性的典范。不仅仅她的事业成就非常的高，她的保养整个人的状态也很好，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她人生过得很快乐，也很充实。你们呢？你们怎么看 Martha Stewart？ 你们喜欢她吗？你们有听过她吗？留言告诉我。拜拜呀。